反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叫做有质量的陪伴？我觉得因人而异，每个家庭的需求不同。我爸爸是上海人，然后呢，家里每天都有应酬，每天下午3点，家里面2桌牌，一桌男生，一桌女生。你问我看到我爸爸的时光最多的时刻是在牌桌上。我每天下课就被带进麻将间去，跟客人打招呼，顺便看到我爸爸。然后我觉得他在，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陪伴。然后等我爸爸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跟他也没什么话聊。我每一次就看他在看历史连续剧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想看，我就把我那个礼拜没有念完的书就搬到客厅去，陪他坐在电视机前面。他看他的电视剧，我看我的书，然后我觉得我有陪到他，他知道我有回来，就这样度过。他有一些简单的精神留在我的心里，比方说在家里面有牌局的时候，如果今天的酒席里面有一桌菜，然后当中有一道是螃蟹，他永远都会把螃蟹壳先夹给客人，再把2根螃蟹钳夹给客人，然后我就看着一只螃蟹最好吃的部分被别人拿走。他从来没有教过我，可是我学会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最好的东西要给客人吃，不能给主人吃，你再怎么想吃都不能吃。这就是他留给我的东西，很简单的东西，然后他连教都没有教过我。所以你说有质量的陪伴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因人而异。就跟你坐在学校里面被数学课困住、被英文课困住的时候，你心里面知道这课跟你无关，可是我的自我要求跟我讲，我要考到60分，这是我的纪律。我知道我今天能够完成这件事情，那才是教育的真谛，而不是考到60分那个分数。12小时不是真谛，而是付出心力才是这条规定的真谛。这是我的提醒。大家好，我是为了奇葩说就再也不想认识更多奇葩的蔡康永。大家好，我是为了奇葩说再也不戒酒的李诞。大家好，我是为了奇葩说再也不吃火锅的高晓松。名儿想一下啊。大家好，我是为了奇葩说再也不当教授的薛兆丰。哇！大家好，我是在奇葩说的现场好像再也听不到掌声的 马。欢迎回到奇葩说第5季。然后我们这个隆重的要欢迎一下高晓松老师啊，回归奇葩说。哎，为什么你不问问我啊？为什么不吃火锅了呀？不着急，急死我了。我给大家隆重介绍啊，我们的这个新导师薛兆丰教授。薛教授说，他为了奇葩说再也不当教授了。来了奇葩说，自己也变成奇葩了，再也不能维护师道尊严了，再也回不去了，这条路给绝了。然后网上有一个人生极致的问题，针对奇葩说的，说如果你只能在高晓松和蔡康永当中选一个人做朋友，你会选谁？庞颖。只能选一个，而且另外那一个就翻脸。但我选高晓松老师。好，你为什么跟康永哥翻脸？因为他，我的脸翻起来太大了，翻不动。因为康永哥情商高。帅，打他，弄他。不，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啊。那为什么不能做朋友？是情商高会原谅的，大概是这意思吧？对，生气没有那么可怕。你走着瞧。所以薛教授，如果他们2个当中你要选一个人，且只能有一个人做朋友，会选谁？
我选小松啊。不翻脸。哦，愿闻其详，请说。小松看上去他欲望比较丰富，比较强烈，跟着他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蔡老师欲望不够丰富和强烈吗？越来越佛系了。教授，你实在太外行了。外表佛系的人，常常内心很澎湃的。蛋哥，你会选谁呢？咱们凑一个，就是3个都一样，好不好？我也选小松老师啊。你们俩真的太不会做人了，为什么？因为我跟康永哥已经是朋友了。哇，你简直太会做人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康永哥，他们都没有选择您，您此刻作何感想？哦，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也不想跟他们做朋友。那康永哥，别，这个相交一场，要不我也选高晓松？哎，你怎么还不问我为什么不吃火锅嘞？我憋死你！那小松老师，你为什么不吃火锅了呢？哎，好，谢谢。因为奇葩说录像时间太长了，我一般吃了火锅以后肚子就会经常要去一下经常忍俊不禁。那这样，这个小松老师在抱怨说，我们奇葩说以前录制时间太长了，所以各位奇葩，大家看我手中的法器，叫做无聊打断器。我们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你无聊，你就会听到，就是这个声音。我们奇葩说第5季来介绍一下这一季的好多新面孔，尤其是小松兄上次没来，杨奇涵。哎，杨奇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硕士，随口就能吟诗作赋，每天博学一点点。今天来到奇葩说的舞台，非常兴奋。我的目标就是要超越自己，大家可以喊我杨超越，谢谢大家。保护家庭，传宗接代，此为忠；照顾父母，保护爱人，此为孝；关爱前任，不影响他人生活，此为仁；照顾前任女友的现任老公，此为义。所以这叫忠孝仁义。他让我领略了一种东西吧，就是学识。他就是那种靠高速和高密度输出能量，然后来赢得观众掌声的那种人。庞颖，大家好，我叫庞颖。庞颖，耶鲁大学高级管理学硕士，自称土系小阿姨。庞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辩论队教练。庞颖这样的传统型的老辩手，他们会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但实际上绵里藏针，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熊浩老师，熊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副教授，谈判专家，芳心纵火犯。谈判专家，哇，伙伴，你不是相信这个光可以照亮一切，只是因为黑暗里的一点点光在远处会。很难有男人让我起鸡皮疙瘩。熊浩老师是一个，他讲论点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在闪光。然后往这边看，我们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傅首尔，大家好，好久不见。傅首尔，奇葩说第4季选手，菜市场辩论派代表，3分钟可以讲30个段子。1，要原谅你的同学，他不是想伤害你，他只是怕憋死自己。2，我们一定要允许一部分同学先富起来，因为你不允许，他也会富起来。30秒，火力这么密集，好恐怖啊！这个老奇葩，几乎每1、2句话就有一个道理是以段子的形式讲出来的。傅首尔旁边的颜如晶，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如晶。颜如晶，奇葩说1至4季选手，万年第2名，人见人爱的宝贝。你想要快乐，但是又不想熬夜，很简单啊，早起。我很难想象有什么题材或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论点是如今不适合讲。如今是什么人？是奇葩之王，碰了都会触3处的人。颜如晶旁边，不知道为什么来到奇葩说的真正的大奇葩沈玉琳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威廉沈玉琳，人称嘉义彭于晏。
沈玉琳，台湾知名综艺制作人，咆哮派教父。我是知名艺人、畅销作家、单曲歌手、说唱之神。他给我看到的就是30多年的综艺经验，太稳了。他有一个很强的地方是在于他的东西，你如果反驳的话，大家不会觉得你认真，会觉得你较真。好，然后我们往季的4位 BB King 都在那儿。小松，你觉得潇潇有什么变化吗？有点像哪吒了。我觉得马薇薇的身材，薇薇你站起来我看看。你去做了什么？我没做什么，我天生的。天生肩膀就这么宽吗？你就不许人家虎背熊腰吗？真的。好，我们进入奇葩说今天的队长选拔赛。队长争夺战，从今天起，奇葩说将诞生4个战队，每个战队将有1名教练和1名队长。今天6位候选人中将选出4名队长和教练一一匹配。他们6位是队长候选人，而今天只能产生4个队长和那边的4位教练2配对儿，分别合葬。好，那我们开始看看今天的第1道辩题。号外！奇葩星球推出了一条新规定：当家里小孩不满18岁时，爸爸如果每周陪伴孩子低于12小时，就被取消爸爸称号。这样一来，孩子不会叫你爸爸，但你还要养。妻子可以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丧偶式育儿。每天出门，你还要面对邻居们嘲讽的目光。看呐，这个人不配当爸爸。这一规定得到了很多市民的热烈支持，因为有了这样一项规定，就能让广大不着家的爸爸们回到孩子身边，履行他们的家庭责任。毕竟陪伴是爱的基础，作为一个爸爸，连陪伴都做不到，你要这称号有何用啊？但是也有人强烈反对这一规定，因为每个爸爸照顾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有爱，而不仅仅是陪伴时间的长短。这种一刀切的评判方式，恐怕将会抹杀很多好爸爸的默默努力。所以，奇葩市民们，爸爸如果每周陪伴孩子低于12小时，就被取消爸爸称号。这一规定，你支持吗？你有信心吗？我说真的哈，以我的个性啊，我还真没有。我一定有破绽，好在后面有2个坚强的队友。不是我觉得破绽无所谓，他会用他的笑声去掩饰。就我被自己的队友秀到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根本不会辩论，我只是会吵架。我害怕了。我觉得看了队形就知道我们是来搞笑的。我们的压力在于对面是3个学霸组，他们最低的学历是清华。熊浩和庞颖基本上是辩坛的一哥一姐级的。我们点都对过了，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分工，在策略上也有一些安排。我觉得我们胜算还是略大的。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我觉得熊浩学长，我会比较担心。放心，我是比赛型的选手。会不会我们经过这次交流，就我们3个人上去的表演模式都是一样，然后所有上去也是上去也是。哇，对方要优秀成什么样子才能打败我们？好，题目是奇葩星球新规定：爸爸陪伴孩子每周低于12小时，就被取消爸爸称号。所有现场的观众，老规矩，红蓝键来做出你们的评判。如果你支持这个新规定，按红键；不支持，按蓝键。3、2、1，我们看一看啊，现场有61个人反对取消爸爸称号，39个人支持。那我们想问一下，薛教授，你支持取消爸爸称号吗？我反对。那您请把反对的牌子立起来。好的。他反对我就赞成了。你们俩我都不问，爱赞成不赞成，这边架已经打起来了，你们就跟着看热闹就行了。好，那正方目前只有39票，所以按照我们奇葩说的老规矩啊，支持少的先开始说话，最后结辩。所以谁是一辩啊？是沈玉琳老师。是，你是一辩啊？我是一辩，对。
你们队伍不想赢了？没，因为如果我讲的不好，后面还有2个顶着。OK 的。好，玉林兄，1辩正式开始。大家好。这个题目啊，我如果是以前的话呢，毫无疑问我会站在对面反方，因为长久以来我总觉得说，这个爸爸的责任不就是赚钱吗？这就是父爱的一个表现了嘛。但是呢，直到有一天，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在客厅看电视。从小孩的房间传来尖叫声，我3步并2步冲到小孩的房间，赫然发现墙上一只蟑螂，小孩惊惧的面孔迫使我拿下拖鞋，奋不顾身，3、2、1，砰！消灭了那只蟑螂。当我享受现场如雷的掌声的时候呢，小孩如雷的掌声让我产生一个极度的英雄感。哎，你这个有点占大家的便宜。大家刚说现场如雷的掌声，完了你说小孩们如雷的掌声啊！我刚刚形容是我们家那个现场啊，对，如雷的掌声。所以你们家有多少个孩子？一个，但他音量比我还大啊，好，所以他一个抵10个。所以呢，当我产生强烈英雄感的时候呢，小孩用一种呆萌的表情看着我，问我一句话：“爸爸，蟑螂有爸爸吗 ？”OMG！ 我整个内心受到五雷轰顶的震撼。蟑螂有爸爸吗？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蟑螂有爸爸吗？玉林兄，我整夜睡不着。你说的是爸爸。因为这个我们要分清楚这件事，是爸爸，不是爸爸，是吧？对，爸爸。蟑螂有爸爸吗？我整个大开天眼，茅塞顿开，我整个获得启发。是的，蟑螂没有爸爸。蟑螂没有爸爸，因为蟑螂从卵孵化以后呢，他从来没见过他的爸爸，因为没有陪伴，所以呢，没有陪伴。为了佐证我说这个陪伴是感情的基础，才能够叫做爸爸我这几天我还真的收集了很多资料。根据奥地利的心理医学会呢，他们针对100个成功人士的调查，离奇了，100个成功人士有80%，他们说成功的原因，其中就包含了来自父亲的陪伴，来自父亲的这个教导。所以可见呢，这个父母各司其职分工陪伴，其实对小孩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健全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既然那么重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父亲不愿意陪伴小孩？东讲西讲借口都是什么？没时间。你一直借口没时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不是没有时间陪小孩，而是你把太多时间给了你自己很多男人就是怎么样呢？那个下了班到处玩乐，然后回到家里面滑手机、打游戏，整晚打游戏，付出努力、付出金钱，从来也没有一个游戏人物会跳出来喊你一声爸嘛。所以呢，大家去想一件事情：一个小孩他生病的时候是妈妈在照顾，他哭闹的时候是妈妈在安慰，他跌倒的时候是妈妈在擦药。在他的眼里面、世界里面都是妈妈，他的嘴里面叫的也都是妈妈。这个世界上没有爸爸的存在，这样的爸爸，这样名义上的爸爸，还有资格叫爸爸吗 ？No， 他只是一只蟑螂。所以呢，陪伴小孩没办法取巧，他也没有办法临时抱佛脚。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高呼一句口号，什么口号呢？好爸，我来当。拒绝变蟑螂，掌声鼓励。哎呀，姜是老的辣啊！玉林兄，张老师老得很。对。康永哥，你跟玉林兄那么熟，你有想过他有一天会参加辩论吗？我本来觉得他这么荒谬的人，怎么可能说服任何人相信他？对。可是刚才我发现他有一种对生命的热情。就跟蟑螂一样，就是他只要能够活下去，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不过那个我们节目赞助有游戏，所以那个打游戏还是很有意义的。只有环视战争能够促进父子之间的感情，这是我深刻的体验。对。你知道，就是他刚才跟我讲那些科学数据的时候，我完全不信。
他只有说蟑螂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非常生动。那个科学数据我是真的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因为资料非常多，对，又要能够浅白，又能够在短时间讲完，对，我就取了这个奥地利医学会的这个。真的，您真的是白费心机啊！好，那反方一辩是谁呀？我，您请。玉林哥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台湾综艺的常青树。为什么玉林哥能成为台湾综艺的常青树呢？活化石。因为他不红。没有共鸣。刚刚。刚刚玉林哥说了这么多，只有2点不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老笑话不要再讲了。我现在说一下我方观点。我方观点旗帜鲜明反对这条规定，原因有3：第一，这一条规定是不良父亲的保护伞；第二，这一条规定是贫困家庭的刽子手；第三，这一条规定是社会良心的粉碎机。OK， 我一一解释。第一，我们先说说这个不良父亲啊。当我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第一时间问了我身边那些特别讨厌养孩子的小伙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看取消爸爸这个称号的？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说，还有这好事呢？我陪不够12小时，我就能不被叫爸爸；我陪的更少，是不是就能断绝父子关系了？明白了吗，朋友们？责任心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对于很多不负责任、那些不顾家庭责任的渣男来讲，这条法规不是一个惩罚，而是一个奖励。那么他惩罚了谁呢？惩罚了那些本来就想叫爸爸但机会不多的孩子。所以这条规定没但成为保护孩子合法权益的这个红头文件，反倒成了逃避家庭责任黑恶势力保护伞。OK， 这是第一。点都对，说的好无聊。第二，我们来聊聊贫困问题。这个我的日常工作呀，有做过这个扶贫工作，我对贫困情况有点了解。我想问在座各位，大家能想象1年只有3000人民币，你们怎么生活吗？每天8块钱，没有自来水，没有电。OK， 而这样家庭的父亲想脱贫，想逢年过节给孩子买一块糖，他该怎么办？他只有一条出路，离开山里去城里打工。而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他不可能1年能够做到每个礼拜都陪伴孩子12小时。而那我问大家，这样的父亲爱不爱他们的孩子？他们爱他们的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跟我们讲说，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留守儿童啊？注意哦，不仅仅是爸爸妈妈也在外边打工，而根据对方表的标准，那妈妈也应该被取消母亲资格，因为也陪不够12小时。本来一个虽然贫困一点，但是积极向上的健康家庭，被对方便有活活拆散。你们一不知道贫困的状态，二你们没有过过贫困生活，你们却高高在上说对不起，你不能当爸爸。本来一个充满期待的留守儿童，被你们活生生折腾成了一个双失孤儿。玉林哥，你看着我的眼睛，听孩子们在说，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家。去呀。OK。第三，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社会良心。我现在问大家，如果有一位父亲，他能陪孩子12小时，他就是不陪，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取消他的父亲称号，甚至是资格了，对吧？我看有些人点头，觉得你能陪你不陪吗 ？OK， 但是我现在想问，我要告诉大家，他可能是我们深夜急诊室里抢救病人的医生。他可能是山区里边为我们支教的青年教师，他也可能是边疆解放军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而这个时候，我再问大家，我们还要取消他们的父亲资格吗？他们牺牲了自己当爸爸的时间，才能让我们在这里安心的叫爸爸当爸爸。综上所述，我方观点旗帜鲜明地认为，这条规定是不良父亲的保护伞，是贫困家庭的刽子手，是社会良心的粉碎机。这条规定践踏亲情，危害国家，这么夸张吗？此为不忠；影响父母，干扰后代，此为不孝；欺压贫困，伤害儿童，此为不仁；打击英雄，恩将仇报，此为不义。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抵制这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烂规定吧！
最后想说，担心节虑为子女，可怜天下父母心。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亲。他突然背了一首莫名其妙的诗，这是为什么？比起简单粗暴的剥夺，理性的法律更值得我们期待。比起自以为是的善良，孩子的感受更加值得尊重。面对心中的子女，奋斗着的父亲正踌躇满志。面对他们的背影，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洒下热泪。谢谢大家。齐涵兄，对方辩友有这么大罪过吗？有。马老师，因为可能他刚没有注意听我在讲，我不是说打蟑螂。现在是齐膝时间吗？对对对，你可以齐，您请站起来，来齐膝杨齐涵。那个当然，因为你刚开始过度紧张，没有仔细听我在讲，我也怪你。但是我刚刚跟你解释一下，我是从打蟑螂当中体会到蟑螂没有爸爸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打了蟑螂我就变成一个伟大的爸爸。好，首先这样跟你说清楚。另外呢，这个辩论啊，可能必须要普遍性存在啊。刚刚齐雅一直讲到说特殊的职业，我爸爸也是军人，好，当然还有警察、消防队员，但这个应该不是属于这个辩论题目之内。为什么呢？这个是属于这个比较属于特殊的案例。如果什么辩论都要讲这种特殊案例的话，这个辩论也没有意义了，变成在抬杠。注意，注意。注意，您的政策是一刀切，这是重点。你们的一刀切是一刀切。注意，您的政策是一刀切。我是 99 and 1。来，我给您几个数据：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总量大概1000万人左右，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是5000万人左右，中国离家打工的人口大概1.67亿左右。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不能忽略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在你看来，陪伴它是一种必需品，但对很多人贫困来讲，陪伴它是一种奢侈品，生活才是一种必需品，活着是必需品。您说，您认为他们是不配陪孩子的蟑螂？对不起，我认为他们是为了家庭打不死的小强。时间到，来，陪伴小孩的爸爸，你是恶魔的代言人。双方请坐。没有想到第一场，一边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结果另外一边是恶魔代言人。正方少了11票，目前啊，来，正方二辩是谁？哇！周儿加油！这个杨奇涵给我搞非常荒唐的正能量。第一个提到了不良父亲、无良父亲，这种禽兽父亲本来就不陪伴孩子，他想断绝关系就断绝好了，谁会稀罕他呢？第二个，他说给我举极端个例啊，说一些贫困人士。我问你们，高铁规定大家要排队，对不对？旁边写着困难人士优先。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星球有信心。下面我来说我的观点，这个规定我真的是举起脚来支持。男士们，你陪个孩子要整个星球为你操心，你有什么脸反对？女士们，你搞不定的男人，星球帮你搞，整个星球帮你搞，你不用谢，支持就可以了。我跟你们说，这个规定妙在哪里？我觉得它妙在提出了一个均衡陪伴的概念。什么是均衡陪伴？首先是时间上，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每周，这就是规定的人性化之处。为什么不是每天？因为考虑到你们男人日理万机，娱乐生活非常的丰富，给你们留一点弹性。为什么不是每个月？为了防止你们把陪孩子当成寒假作业啊！快开学了，挑灯夜战，撑开孩子的眼皮说：“来，爸爸这个月还剩24个小时。”别睡了，起来努力。我知道你很拼，但是孩子累。每周就特别科学，是不是？每周就特别科学。工作日不行，有周六；周六不行，还有周日。周日你还忙，全球你最忙。我就好奇，当初你是怎么争分夺秒把它生出来的呢？哎，你都没时间陪孩子，还有时间陪老婆吗？你那么忙，结婚生子干嘛？搞行为艺术吗？第二点，均衡陪伴，爸妈都得陪。我跟你们说，有些爸爸真的是素质很差，不陪孩子就算了，最可恨的是他不陪你，含辛茹苦，他经常跳出来打劫。
你问很多孩子喜欢爸还是喜欢妈，他们的答案经常是爸，爸爸是完美的。为什么呢？因为距离产生美。开家长会，我儿子不要我去，要他爸去，说妈，你们能不能化点妆？你一点都不注意自己形象，你看我爸就很帅。我想说，你爸当然可以，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扮自己，他能不帅气吗？我要不是当初看脸，我也不能上这么大的当。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的儿子写作文说，我的妈妈很烦，戴个眼镜，整天忙，不知道忙啥，还喜欢逼我学习。我的爸爸就特别好，工作努力不回家，从来都不骂我。他都不回家，他怎么骂你？还有，你们都知道我跟别的妈不同，我喜欢搞一点黑暗教育，就是让他早点知道人间不值得，活得更坚强。比如我就会问他，我说我跟你爸离婚，你跟谁？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充满自信的，结果他说你跟我爸不会离婚的，虽然你们感情一般，但是你找不到比我爸更好的。凭什么？我觉得无良父亲不劳而获，侵占妈妈的劳动果实。我早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管，这个规定就很不错呀，是不是？每周12个小时，孩子喜欢你，我为你鼓掌，大家分享爱；孩子讨厌你，也让他知道大人都是一样的，恨要共同分担。心理平衡了，家庭和谐了，是不是？小朋友得到了陪伴。中年妇女的心理恢复了健康，消失的爸爸回家了，抱怨的妈妈快乐了，你为什么不支持呢？第三，我觉得每周12小时不仅是当爸的底线，也是做丈夫的底线。算下来，每天1个多小时，你的亲子时间都不够一部动画片的时长，你的夫妻关系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大家都说不要把孩子当成婚姻的纽带呀，是啊。但是事实上就是啊，我整天都见不到你人，孩子不是纽带，什么是纽带 ？WiFi 吗？一个男人都做不了好爸爸，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女人总是问你真的爱我吗？男人说爱你爱你爱你哟，但是老子忙，叫他去死。我跟你说，根据姐的经验啊，已婚女人的爱是什么？就是男人的时间。剥夺你爸爸的称号怎么了？没有取消你做人的称号就不错了，你还在这里讨价还价。然后不好意思，下面我要煽一点点情，因为之前呢，我上场的时候，我跟我儿子讨论过这个辩题，他站在反方嘛，真的气死我了。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动情，也很打动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不支持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不敢，我怕爸爸做不到，我就没有爸爸了。是不是？就是为什么总要让别人理解你做不到，你就不能做到一次吗？孩子宁愿要一个挂名爸，都不想没有爸，你为什么不能稍微努力，让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爸？最后我想说，让我们为了孩子健康勇敢支持这个规定，谢谢大家，记得按钮。哇！好棒，好棒，好棒！首尔把正方的票数干到了80啊！真的。首尔，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教育你儿子说人间不值得，他后来接受采访和发微博都用了这一条。结果后来他还红了，真的是。误会了，误会了。那个有要齐膝首尔的吗？那就。到我，庞颖，你请。大家好啊！其实我非常同意，我也是一个女性视角嘛，我很同意这个首尔姐讲的，老公不给力不负责任，对吧？但我觉得这个政策不好啊，为什么？12小时太低了呀！你想想。陪不到12小时就是没资格做爸爸，代表着什么？一旦陪到12小时 ，OK， 合格了，你可以挺胸抬头的，老子是爸爸了，对吧？大家已经预设了，爸爸不需要对养育这个孩子负责任，所以他但凡多做一点12个小时，首尔姐您就满意了？我反正不满意。你比如说，我们国外的有一些娱乐杂志，你要碰到一个女星推着婴儿车出来，80%那个狗仔队不会拍，拍了也是因为什么？产后身材走样。如果是一个男星推着一个婴儿车出来被拍到了，那怎么样？哇，好爸爸，请上节目做专题，我们可以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这就是什么？爸爸但凡做了这么一点小事儿，我们就把他吹到天上去了。今天法律定一条规则，要求爸爸却定得这么低。首尔姐也许会说，现在的男士已经做得这么差了，你但凡有一点点要求，一点点进步，不是好事吗？话不是这么讲的。但凡每周12小时这件事情写到了法律里，它就是一种合法化，一种合理化。你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写在里面了。我给大家举个类比吧，你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无良老板，1年365天，天天无休，奴役你。大家人神共愤，说老板，你能不能每个月给我放1天假？老板同意了，这对员工一定是件好事吗？不一定，因为那每个月剩下的29天，他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奴役你，对不对？不要被这个12小时一点小小的甜头所迷惑，我们要共同站起来，反对这种不平等的条约。OK， 第二个点，它这一个法规里面还暗藏了一个非常有问题的观念，是什么？是对于原生家庭的范式化。什么叫做范式化？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标兵，大家都要朝着它做。玉林哥刚才讲了，被爸爸陪的孩子又聪明又快乐又成功，陪伴是好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童年的时候得到更多的陪伴，但是我们没有按照那个范本活，难道我们的人生就不精彩吗？难道我们的人格就不完整吗？今天这条法规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对父亲不公平，它在于对孩子不公平。如果他今天公然宣称一个爸爸没有陪足孩子12个小时，他就是不称职的爸爸，这代表着什么？一个孩子只要每周没被陪够12个小时，他就有一个不健康的人生。这个对，法律规定的是什么？法律规定的是底线。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不能虐儿，我不能家暴，这个叫做底线。从什么时候法律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称职的爸爸怎么做？是不是明天还要告诉我一个合格的人一定要从什么样的童年长上来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呢？对呀。爸爸是不是一个好爸爸？孩子是不是一个好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是什么样？这个标准是在家庭的，是妈妈说的算，是孩子说的算的。今天小弟弟在那边特别高兴的想，爸爸，一个巴掌扇过去，不许叫，你爸这个周没回来12小时。你有什么权利能够阻止他叫爸爸？如果他不想叫爸爸，你有什么权利逼他叫爸爸呀？对。我告诉大家，对家庭多元化的尊重，就是对成长多元化的尊重。对成长多元化的尊重，就是对你和我每一个成长路径都不一样，每一个个性都不一样的你我他的尊重。谢谢大家。哎呀，你什么？最后这个带回来。刚才傅首尔有齐溪的动机。对，我不大会齐溪，但是我想讨论一下，因为我不同意他刚才讲的很多。他说爱有很多范式，时间不重要。你给我解释，如果一个爸爸整天都看不见人，他用什么表达爱？就用一张嘴吗？天天说我爱你，我爱孩子。我不是说时间不重要，它不是唯一重要的。比如说郭靖的爸爸郭啸天，对吧？没有陪在一起，但是他的示范，他的价值观，你能说他不配叫做郭靖的爸爸吗？那如果我的孩子看到别的孩子有爸爸陪，他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的心理，我有没有权利要求在规定之上，按照这个底线，最起码每周分出12小时来给这个小朋友？如果12个小时不到，老师打电话说，哎，打给你爸爸，小弟弟得说我没有爸爸，被同学笑怎么办啊？是不是你是惩罚大人还是惩罚孩子？我问你，是不是惩罚的对象错了？不，我觉得你的这个出发点有问题。你总是预设这个爸爸是做不到的，但是为什么爸爸不能尽力做到？伤害这个孩子的不是这个规定，而是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只要努力能做到每周12个小时，这个小朋友就是有爸爸的。OK， 这么样。如果每周都能做到12个小时，比如说我是很草率的陪伴，对吧？我儿子妈妈觉得我不称做一个爸爸，但是因为我到了每周12个小时能做到，是不是警察叔叔都得强迫他叫我爸爸呀？好了，这个标准到底是孩子定还是警察定？好了，我听懂了。你现在跟我在谈质量。
对吗？但是我认为强扭的瓜虽然不甜，总比渴死了好。不一定，不一定。好，谢谢。非常好，非常好，这两边都很好，都很好。正方3辩，言如经。哎呀，奇葩说真难，场场打，场场都飙冷汗。我们先来看看解决一下嘛。哎，规定很复杂，执行条例有很多，他们很夸张。他们觉得如果一有这个规定，孩子会很苦。为什么？因为我就会没有爸爸了。警察打电话来问你爸在哪，我会跟他很犹豫。我跟他说，因为他今天没有陪我12周，我现在不知道叫他什么。对呀，你只是不知道要叫他什么而已啦，但是他还是会在，对吧？我们没有杀了这个人，我们只是取消了这个称号。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方也知道爸爸很重要，我们也希望有爸爸，但是你们又不回来，我们又想要示威一下嘛，总是要表达一下我们对你们不回家的不满，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损招，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看起来又不太严肃的方法，就是取消你的称呼。这已经是我们做到最好的方法了。庞颖一直说，你这只是一个条约，允许我们不公平的条约。这不是我允许它不公平，是这个不公平的现象本来就出现了。你懂吗？是因为爸爸本来就没有在干这个活，不是因为有了这个条约他才不干，是这个条约想激励他去干这个活。所以所有不平等、爸爸不在的这些现象，为什么爸爸一出现我们就赞颂他？因为他们不称职。称号是什么？称号这种东西是要有人认的，但是这个称呼要怎么来？我方的建议是，称呼不应该是应得的，应该是赢得的。就像胡建标积极的陪伴我，所以我现在叫他爸。真的假的？他赢得了我叫他爸，因为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父爱。反正他是不是我父亲一点都不重要，对吧？最近他不太陪我了，他努力健身，不知道要干什么去，对吧？他在努力成为别人的爸爸。我就找新爸，对吧？那我就找新爸，没关系。所以称呼是要赢得，他应该称职才能成为一个爸爸。哎，想了2个点了，我再看看还有没有点啊。我其实准备了很多，哎，再讲一个吧。我爸呢是没有什么陪我的，因为我爸是那种很传统的父亲，他是觉得所有的事情应该由我妈来干，哪怕他对我有什么意见，他是要靠我妈来传达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金口不开，我一直以为我跟他感情还不错。我看到这个题目说12个小时，我打电话问编导说12个小时也太长了吧，我跟我爸1分钟的语音我都觉得有点长。他要陪我12个小时，我们要干嘛？我不知道要干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站反方的。但是我后来仔细想想，为什么我爸要陪我12个小时，我会拒绝？不是因为陪伴不重要，是因为一开始我爸从小没有陪伴过我们，我们没有过这一段12个小时相处的时光。所以如果现在反而给我12个小时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我倒果为因了，你懂吗？我弄反了，是因为他从小不陪我，现在我才觉得我不需要陪伴。所以父爱这种东西就是他需要培养出来的，这真的是很简单，他需要培养。我爸前几个月去美国玩，他就买了一些玩具回来，因为他想要买东西给我们小孩子嘛，他不是问我们喜欢什么，他问那个卖的人，他说小孩喜欢什么？我的天，我都26了，他当我是小孩，小孩喜欢什么？他带了《冰雪奇缘》还有小猪佩奇回来。我很想跟他说，我最近想要拳套跟脚把，但是他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他不了解我们。陪伴最简单的东西，最简单的就是陪伴会有对话。这1个半小时是用来干嘛？不是守灵，不是我看到他女儿他就守住他，也不是大眼瞪小眼，是聊天。他让我们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感情是不可能从天而降。明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父爱如山的人，他就有了，不可能。辩论还可以随便凑一下，还可能有一些技巧，父爱没有，感情没有。其实这1个半小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它也是让孩子了解爸爸的一个方式。我没有我爸年轻时候的概念，据我妈说，当时风流倜傥，是我们全村最帅的。但是我没有看过，我爸很忙，他忙应酬，忙陪老板，忙陪客户，忙陪同事，我没有看过他年轻的概念。后来我参加微博的活动，找一下爸爸年轻时的照片的时候，我发现哎，还真的还不错。那时候我才正眼看过我爸年轻的样子。我现在看回去的时候，我只知道我爸是一个怪老头，长得还不错。因为我爸会看这个节目，还可以，还可以。但是性格可能跟我没有这么符合，因为我没有了解过他。所以这条条例不只是救孩子，也救爸爸。
让孩子们跟爸爸有时间了解，他可以知道爸爸年轻时候的样子。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爸年轻时候什么样子，他英气风发的那一面我们没有看过，都看老的那一面，这很无趣。最近不是很流行《延禧攻略》吗？你们最讨厌的人是谁？二七不是，是那些没有看《延禧攻略》的人。他们没有看，他们说尔晴很可爱啊。你没有看，你没有经过这个剧情的教，你知道他黑化吗？你知道他杀人吗？你知道他戴绿帽吗？给人，你没有看，你跟我讲他很可爱，为什么会演变到这样？因为你没有跟着我们看。孩子的人生也是一部连续剧，从第1集到第20集，他会慢慢的变。你不看，你问我现在演到哪里了？我怎么告诉你演到哪里了？谁能告诉你？你只是问还好，有一些父母亲还会来干涉，为什么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在一起？我们谈了10几集，撒了这么多狗粮，你不看，你在问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孩子的人生从1岁到20岁，我们走过来，他们比连续剧更糟糕。连续剧你不看，我们可以补回去嘛？你补回了剧情，我可以跟你聊一聊。但是我们孩子的人生是补不回的。1到20岁你不看了之后，你就永远都看不了了。但是理论上，能从头到尾看我们孩子人生的唯一观众是谁？是父母。这个辈子，弟弟妹妹、朋友、伴侣都是中间加入的。我的一生，除了我自己知道之外，我的父母会知道。但是1周12小时，1天1个半小时你都不看，要我叫你爸，爸你头了。最后我跟我爸说一句啊，你不看我的前半生，我也会看你的后半生。父母是孩子前半生唯一的观众，孩子是父母后半生唯一的观众。哇！我不会错过你的后半生，也请你不要错过我的前半生。我们有情有义，谢谢。哇！康永哥，可以七夕是吧？可以。我不是，当然最后讲的这么感人，不太想七夕了。我们就想看一些没心没肺的人是怎么对这种场面。没心没肺的问一下啊，你就说《延禧攻略》嘛，电视剧哈，你像我这种啊，我就不想看，你就非给我摁那儿，每天看1个半小时，我看完以后啊，很有可能还会说尔晴很可爱。我看不进去，你知道吧？但我跟你说，感情这种东西很妙，就是为什么要定12个小时？因为你一开始没有兴趣，我强制规定你的时候，我就让你培养兴趣，看着看着就看对眼了。行，那我试试吧。对，你试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容易放弃的辩手。来，我们来看一看反方3辩。哇，哎呦，熊老师，各位好，我们先接刚才如今说的，我非常赞成。他说爸爸这个资格不是应得的，是赢得的。我们俩的分歧只是你需要赢得什么。在这个题目里面，他有一个奇葩星球的规定，他说你要成为爸爸，你需要赢过12小时这个时间。你如果能够多花一点时间，能够满足这个标准，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所谓合格的爸爸。而我方是想跟各位说，你要赢的难道不是这个孩子的心吗？而每个孩子的心如果都玲珑剔透，都各自不同的话，怎么能够用一个简单刻度化的标准去满足他呢？我在今天需要批判一下时间这个观念。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戴着手表，手表这个观念大家现在都看到，我所说的这种时间在手表当中的体现，它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刻度。这个刻度出现到人世之间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短暂。1550年的时候表上才出现了时针，1760年的时候才出现了秒针。自从我们把每一年等分、每一月等分、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等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不自在。在座各位，你有这种感受吗？填不完的表啊，进度表、绩效表，填完了之后，你会快乐吗？如果我们把这种标准放到家庭当中，我们真的是在奉献爱，还是在追赶这只其实我们自己都看不起的表呢？我觉得他不如朋友。他这个点不好打。第二个角度，这个题会出这个题的人，一定是触碰到了社会的体温的。
然后出这道题说这个问题咱们得解决，这个状态咱们得面对，咱们得管一管原生家庭了吧？得要把孩子给父亲有更多的相伴，因为只有这样的陪伴会让孩子的心智跟人格成长得更健康。我完全同意，当然是如此。但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跟我一样，如果你看公众号，你会读到一些最近的文章说，我遭遇了不如意、不顺遂、不愉快，原因我的原生家庭不够完满，我跟我的老板出现争执，情商不够高，原因我的原生家庭不够出色，我扛不住压力崩溃了，是因为这些事情父亲从来没有教过。真的吗？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为父亲在你年幼时没有完完整整的陪过你12小时吗？这样的责怪对你的家庭真的是公平的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家庭真的都那么美满吗？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你那本特别难念，但问题是我这本就真的好念吗？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小小的飞船，总有一天要离开地球这个家庭的怀抱。有的人飞出去，他在畅游宇宙的时候，他会回忆起说，今天我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的压力，会遇到那么多的问题，会遇到那么多的挫折，就是因为我在出场的时候，在地球那个小小工厂出场的时候，在我的身上曾经留下过一道非常深的划痕。你要做的不是永远去抚摸那个划痕，你要做的难道不是勇敢的去拥抱灿烂的宇宙吗？那我觉得这样吗？熊浩太想把一个点讲的优雅，以至于我觉得重点可能观众不容易立刻就给到。当你勇敢的时候，你会微笑，你会微笑的看着别人，你会微笑的看着自己，你会微笑的看见未来。我想跟各位说，保持微笑，因为你笑的样子真的挺漂亮的。谢谢大家。李诞，我看你你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我就是打起精神给自己。快睡着了是吧？你们有人要奇袭熊浩吗？反正自由辩论嘛，就直接就自由辩论了是吧？好，对不起啊，自由辩论我会控制你们双方的时间，我控制的规则是看我高兴，好吧？齐涵先开始。齐涵半天没说话，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辩手。收收姐是这样，我有看到我们收收姐刚刚聊了那么多，控诉了那么多她的爱人老公，对不对？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孩子那么的幸福，你的老公那么的开心？他虽然没有陪够12小时，但他陪的结果是好的，你怎么讲这个事情？不是啊，我每周要求他必须达到12小时啊。齐涵，你犯了一个错误，那是她的老公，不是你的老公，你知道吧？那你刚才控诉的老公是哪个老公呢？就是我觉得他做的还不够，12小时只是一个底线，我希望他更加优秀。熊浩，你来。好，熊浩老师。这就是答案呀，因为跟孩子如何相处，时间如何界定，这是家的权利啊，这是你的权利啊。在你这儿12小时是足够的，是完满的，是幸福的，但在别人那儿12小时可能不够啊。凭什么这个权利不在你自己手中，而在奇葩星球手中了？我跟你说，你们就是没结过婚，你知道？我跟你说啊，熊浩，你问出这种问题，就是你没有亲自结过婚。就是一个女人反复催促一个男人，会伤害夫妻感情。但是如果有这个规定，我就可以把这个规定拿出来，我告诉他，哎呀，星球要求你这么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会显得温和一点。你不是。那是秀才遇到兵的表情。不过我有2个问题倒是真心想问你，因为我刚才听你半天，我真的是半天才听懂。我大概总结出2个，第一个就是你认为爱不要赶时间，
家庭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仓促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赶时间。我们每天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就更应该珍惜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了。第二个，你告诉我说不要在乎原生家庭的划痕，我觉得他的爸爸每周不陪够他12小时，就是原生家庭最大的伤痕。我现在想要取消他的爸爸称号，如果他还不改正，我就给他换一个爸爸，把他的原生家庭弄好一点，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一个个来。对。在座各位有的时候什么时候不赶时间？比方说去大理旅行的时候，在洱海旁边睡在那儿，其实一天过去完全没有感觉，这就叫不要赶时间。所以爱这件事情是不应该追逐的，是不应该衡量的，就应该在那个环境中彻底的浸泡。第二个问题，我说这个划痕，我不说这个划痕不重要，都已经划痕了，怎么可能不重要？而我说重要的是，你可以透过选择去迎接未来啊！永远想过去吗？永远想厌倦吗？永远说爸爸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陪够我12小时吗？你有更重要的选择值得你去做，不是抱怨爸爸。我只是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那面对爸爸不陪伴孩子，到底你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你们一直觉得我们给时间，你们又不满意；我们说给点政策，你又不满意。你跟我说不要计较，就是说不当这一回事，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吗？ OK， 你那个肯定不行，就是说我没有，对吧？我今天的这是我听过最坚决的论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场30位奇葩，有人会唱歌，有人会跳舞啊，像我会徒手开根号，徒手开根号，胸口碎大石，这难道是对仗的吗？数学杂技家。你看哈，我们这30个不一样的人，你觉得如果我们用一套统一的试卷去考所有人，这合不合理？玉林哥，您觉得合理吗？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是真的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因为我总觉得你应该是做到这里来才对啊。你不要一直心有挂碍，你一直执着在12个小时，因为如果是规定，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数字出来嘛。就像有的马路规定说你不要超过50公里哦，那就是一个大家协调出来的嘛。49可不可以？51可不可以？都可以嘛。所以你要走出你的心魔，你不要一直纠结在这个12小时上。喂，为什么半天都没人站起来？你一说心魔，3个都站起来了，有一点被击中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熟儿姐今天的一个论述非常可怕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她有点像我小学的教导主任，什么意思呢？你要是不达到90分，以后就别回家了；你要是不怎么样，你就别怎么样了。就我觉得熟儿姐给我一种很强的剥夺感和剥夺欲，这个我认为是这条规定的最大可怕之处，就是我们不要遇到什么事情就想着去剥夺别人，去剥夺别人的称号、资格，甚至是生命，所以我们总会发现一些莫名其妙什么不转不是中国人。你做到了这些才配当男人，是男人撑过30秒，这不扯了吗？那个齐涵，你始终喜欢把那个话好好讲不行吗？你都喜欢把它拉到很极端的案例你上面去，不是所有人都翻白眼了。玉林哥，最极端的就是你。我只是夸张，我不是极端，我这样有极端吗？不是，还有啊，不是，我还有一个事情必须得跟玉林哥讲啊，是这样的，蟑螂真的是有爸爸的，根据蟑螂的生理规则是。废话，狗也有爸爸嘛，我只是说它不配当爸爸。蚂蚁也有爸爸。你要气死我是不是啊？你到现在还没听懂？我就说一句话，我就说喜剧你也有爸爸。马老师，那个，我一直觉得《奇葩说》是一个辩论节目，看来我误会了。马老师，我就说一句话啊，说实话啊，如果我要有玉林哥这样的爸爸，我觉得12小时有点太多了。他1年陪我12小时就可以了。所以我想说啥呀？这12小时不要只从我们自以为是的角度去想，你要从孩子的角度去想。如果我的爸爸是玉林哥这样，什么事都要靠吼，打个蟑螂一样，蟑螂，那我以后你无法分辨现实跟表演吗？是表演啊！
我真的会被你气死。那你觉得几小时还够？你是政策制定者，你到底12不行？说得好，是11还是10还是13？说得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说。哎，有理完全在升高，对吧？啊，你的这个问题回答了如晶的问题。怎么制定一个政策呢？针对具体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与其匹配具体的惩罚措施，而不简单的以时间做一个概念。有些人3小时，有些人6小时，量刑是个技术活。哎，我问你啊，不是我说你不配你就不配，事实上你配吗？我配，我配。就你们知道，我跟你讲，这都没结过婚，你们知道有一阵流行那个养蛙游戏，很多爸爸不陪娃陪蛙，你知道吗？就是你觉得这种把孩子视为粪土，把蛤蟆当成公主的爸爸，你不取消他的称号，你能干啥？你告诉我。他也极端。这整个队伍都很极端。对方最极端的地方，还说我们极端，我们说的都是人呢，对吧？医生、老师，这个支教的青年教师和齐涵说的那些，他们说的都是动物呀，对吧？不是青蛙，不是蟑螂。我方想说什么？我方想说是这种不陪孩子的人，真的不配当爸爸。但是宣布他们不配当爸爸的这个权利，并不属于星球，属于他们的孩子，属于他们的家庭。你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居然以这种方式暴力的干预人家的家庭？我们都不配，这他们的事儿，这个才是对的。好，我们现在进入双方结辩，你们各自商量一下，只能有一个人结辩，时间大约是30秒，而且根据规则是先从这边开始。潘颖、齐涵、熊浩，你们决定谁来结辩？好，齐涵你请。看票数，我们这场反正也是输了，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几句心里话，我最讨厌的就是对方这种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一拍脑袋做决策的人，一拍胸脯子我来吧，一拍脑袋这么干吧，一拍大腿不对，一拍背屁股走人了。就是我想说个什么事儿呢？你看，如果我想问在座各位，如果今天我拉着熟儿姐的孩子说，你离开那个男人，他不配做你的爸爸，我问一下，我现在是好人还是坏人？坏人，但是我执行规则了呀。为什么？因为这是条恶法。它恶在哪里？它恶在替别人做决定。我们一遇到反对我们道德直觉的事情，我们就想我们要剥夺他什么，他不配什么什么，他没有资格怎么样怎么样。但问题是，你有什么资格替别人做决定？何况他还是个孩子。在一个家庭里边，衡量父亲和母亲爱的裁判，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就是孩子。好，正方结辩。对方说最讨厌一拍脑门，谁最容易一拍脑门？不就是孩子吗？因为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傻傻的嘛，他今天就可以随意决定。你很好笑，你怎么会觉得我们这条法律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呢？我只是没有把我深思熟虑的过程给你告诉你而已。你没有看别人怎么想，你就当别人没有想。你没有做的事情，你当所有人都不会做。还有你是吧？熊浩学长，哎，不好意思啊，熊浩学长。最后我们纠结的就是时间这个问题，时间到底能不能用来衡量爱？其实爱本来是不能衡量的，不应该用来衡量的。但是我们人嘛，总爱计较，总爱要衡量，所以我反而觉得时间是最好衡量爱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时间最公平。如果我说每一个爸爸养孩子没有给足够的钱就不能当爸爸，这不公平。穷人怎么当爸爸？如果你说他没有给他一个好样子，他就不能当爸爸。一定要生得好，那也不能，那是基因嘛。但时间很公平，全世界每一个人只有24小时。你要证明你爱我，请把你的时间给我，不给我时间，你就不叫爱我。谢谢。哇，如冰现在好厉害啊！好，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做你们最后的选择。目前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要请刚才亮出观点的2位导师来说说，看他们此刻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谢教授先开始，还是康永哥先开始？我开始吧。好，我结过婚。亲自结的吗？亲自结的，2个小孩儿。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首先你看那个辩题哈，它题目本身说是要取消父亲的资格，只要你没做到这个标准，
我觉得挺意外，大家没有怎么去讨论那个有效陪伴。什么才叫陪伴？我自己有2个孩子，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有1半以上的尿片都是我换的，他每一个澡，上千个澡都是我洗的。但到第2个小孩的时候，那就做不到了。那刚才有人说，你为了赚钱是吧？你说为了挣钱。193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预测过，说100年后的人啊，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就够了。就能够赚够他生活所需的了。现在88年了，大家每周工作15小时吗？没有。咱们的生产率有提高吗？提高了。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工作15小时，就能够获得当年的那种生活条件了。但是我们没有停手，为什么？为什么不停手？因为我们今天的标准认为，有效的陪伴、有效的生活质量，它的标准变了。再也不是当年的了，所以今天的父母不是不要爱他们的小孩，他们认为怎么样才能对小孩更有效的陪伴，这标准变了。我陪他讲童话，这是一种；我带他去丹麦看一看，那是另外一种。这时候你要带他去丹麦，你要挣的钱可不是一样的。哦，这就很好，很漂亮。你们大家好像双方都认为好像挣钱就是不对的，就无良父亲。挣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机会什么？可以尽量的利用分工和合作。我不会弹钢琴，但我挣的钱，我给学生讲经济学以后挣到的钱，可以让我孩子学钢琴。哎，这个机会，你说这是有效陪伴、无效陪伴？这是父爱还是不是父爱？这当然是父爱。所以这是我们相关的知识点。薛教授的结论就缺辩论里面最后那一句话。所以他刚才结束的时候有点唐突，没了啊！他是上课，这是我们的知识点，你们记一下。知识点。好，康永哥，反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叫做有质量的陪伴？我觉得因人而异，每个家庭的需求不同。我爸爸是上海人，然后呢，家里每天都有应酬，每天下午3点。家里面2桌牌，一桌男生，一桌女生。你问我看到我爸爸的时光最多的时刻是在牌桌上。我每天下课就被带进麻将间去，跟客人打招呼，顺便看到我爸爸。然后我觉得他在，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陪伴。然后等我爸爸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跟他也没什么话聊。我每一次就看他在看历史连续剧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想看。我就把我那个礼拜没有念完的书就搬到客厅去，陪他坐在电视机前面，他看他的电视剧，我看我的书，然后我觉得我有陪到他，他知道我有回来，就这样度过。他有一些简单的精神留在我的心里，比方说在家里面有牌局的时候，如果今天的酒席里面有一桌菜，然后当中有一道是螃蟹，他永远都会把螃蟹壳先夹给客人。再把2根螃蟹钱夹给客人，然后我就看着一只螃蟹最好吃的部分被别人拿走。他从来没有教过我，可是我学会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最好的东西要给客人吃，不能给主人吃。你再怎么想吃都不能吃。这就是他留给我的东西，很简单的东西。然后他连教都没有教过我，所以你说有质量的陪伴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因人而异。就跟你坐在学校里面。被数学课困住，被英文课困住的时候，你心里面知道这课跟你无关，可是我的自我要求跟我讲，我要考到60分，这是我的纪律。我知道我今天能够完成这件事情，那才是教育的真谛，而不是考到60分那个分数。12小时不是真谛，而是付出心力才是这条规定的真谛。这是我的提醒。我想那什么。奇袭他，你们术语是不是叫奇袭？对，奇袭。我觉得康永哥讲了一个很好，就说我们会想出跟规定相处的办法嘛。所以这就是我一看到这条规定，我觉得最好笑的地方。就这个规定执行起来，我怎么跟他相处？你刚刚说这个爱是可以培养的，说你如果每天花1个半小时，可能就培养出爱了。但是恨也是可以培养的呀，对吧？我爸不在。我还可以想象爱，
是吧？我爸没在，哎呀，他估计挺想我的。我爸就坐这儿，我有可能就能确定他不爱我。小松兄，你是被哪个打动的呢？情感上我就不表达了，因为大家都表达的非常充分了。我就说说，好久没参加《奇葩说》了，回来觉得好有意思。我说，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这个我发现这个名校生大陷阱，依然还是这个出现在眼前，怎么着就掰不过来了，接不着地气儿。其实他们的观点非常清晰，对，就是立法原则不对。对，好可惜违反了所有正常人类社会的立法原则。但仨人就是不讨人喜欢。这是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抒情战胜了逻辑。就像教授在后排说，这个问题不是一边倒吗？正方怎么可能赢呢？那肯定是反方赢的，这是基本的立法原则，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没有举出一个例子，一直在推理。其实我觉得这边其实也应该把所谓的立法原则的问题，或者说什么叫有效陪伴，落到一个能让人感同身受的情感的身上，而始终在绕这个逻辑，相当于他们是在立法，人家是陪审团，你们的情感太弱了，导致人家那么充沛的情感，我都听得经常热泪盈眶，是吧？再加上你们都没当过父母，人家那儿有俩真的父母，亲自当父母的，亲自当父母的，对。玉林兄，你是亲自当父母的吗？我是老早就预知会有这个辩题，所以我去当了父母。你说他是不是没有人格？我跟你讲，这么多年奇葩说没有找到你，是奇葩说的错，让您白当了这么多年的父母，终于被我等到了。好，我们要感谢本节目的4位超级赞助商：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 ，HLA Jeans 一个很想红的新潮牌，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所有的观众其实，在每周日在爱奇艺 VIP 可以看《奇葩 ICU》这个节目。或者在东西门来了解我们整个奇葩说台前幕后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结果。正方79比21，正方3位胜出。好，我们下面进入队长争夺战的投票环节。队长争夺战投票环节，100名观众将给6位候选人投票，得票最高的前4名成为队长。本场获胜的3人会获得初始票数加5的奖励，他们将会和4位教练一一匹配，组建4支战队。我们给正方和反方6位分别打分，来，请投票。熊浩，但是还挺可爱的，就是还是个正派人，就被对方的人那么一弄，他说不出话了，你知道吧？是个正派人。我刚才在那场比赛看到的是如清在走出他的舒适圈，你看他也不再一直上来强调我爱吃鸡啊，我跟大家举一个吃的故事，他开始已经不再那么需要这些标签了。傅首尔坚定地站在了自己的人设上面去面对所有的问题，而且他比颜如晶还显得更加有信心。3、2、1，排在前4位的是沈玉琳、傅首尔、颜如晶和杨奇涵，恭喜4位成为队长。4位教练，请到我们右手边。现在我们进入最重要的相亲的环节。首先，由教练来选择4位队长当中谁来跟你配对儿。选择傅首尔的，请举手。好，
有3位：秋晨、潇潇、马薇薇选择傅首尔。傅首尔，你选一个。他如果能进到我队的话，那后面就非常顺利了。傅首尔是我的首选，我也相信傅首尔会选我。薇薇，傅首尔跟薇薇。薇薇呢，跟我比较有缘分。我在就是老奇葩里边最先认识的薇薇，在场上我说的时候，她会大笑。她那个笑我特别喜欢，她一笑吧，我就感觉我说的不错，就像一颗定心丸。潇潇，你选了人家，人家没选你，你怎么想？我觉得这种情况接下来还会继续发生。好，选择颜如晶的请举手。如晶是我的第1顺位，如果我没选到如晶，我会非常困扰，我不知道下一个队长要选谁，因为我根本没想过那件事情。我心里是觉得，他的选择是他的选择，但是我其实要表明一个态度，就是对他这场表现的认可。颜如晶，我选潇潇，不可能会选的。如果只剩潇潇，我觉得我的队就不用教练。我选职中学长。我跟学长从第1季走到现在，我俩非常熟悉。如果是一个老师的话，我觉得职中学长是我最好的老师。选择沈玉琳的请举手。你们2个有点骨气好不好？回回都举手，丢人不丢人？他们有人建议说，如果我有幸可以当队长的话，他们说我太疯癫，要我找这个比较理性的，可以跟我透露是谁吗？你看脸还看不出来吗？你看不出来吗？好了，那没有疑问了，那就麻烦秋晨了，谢谢。我觉得我们队无论如何都非常非常需要他这样一个角色啊，他是补充我没有的能力。遇到秋晨这样子的教练呢，很棒，就是他总是能够直话直说，我还觉得蛮庆幸的，选对教练了。选择杨奇涵的，请举手。我当时就真的是很想，就是夺门而出，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回的赛制不仅对新选手残酷，对我们教练也很残酷。杨奇涵，你可以反选。我跟潇潇一样的委屈。如果日后有幸能够加入战队，我肯定跟着黄老师混。职中老师呢是一股傲劲儿，潇潇呢身上是拽。你给我安静。现在2位优秀的辩手可以归到你们队里面去。选择熊浩的，请举手。熊浩兄，请跟齐涵他们一队。选择庞颖的，请举手。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我选这一队。I love you 跟着秋晨去的，我跟他风格比较接近，就都偏理性。我们好好组是能够组成一支很强的队伍的。本场奇葩说，我们产生了4个队长以及2位队员。在下一期的奇葩说当中，我们其他的选手就要开始进行捉对厮杀，以等候他们的选择了。下期节目见。我挺期待如今跟职中的那一队的，他们应该是看上去最讲道理的一队吧。我对于潇潇配杨奇涵那一队觉得非常诡异。他俩也太不一样了，就感觉他们是2种人，非要往一块儿安。关键是他们俩反差也比较大，甚至可能各自心里面也未必那么看得上对方。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觉得第4季上岸了嘛，然后第5季就是放轻松，没想到第5季才是我历练的开始。我这个人啊，我喜欢逻辑挂的人。我觉得潇潇的好处是，队长是可以被淘汰的吗？是可以被淘汰的啊。对啊。
我会觉得队长这个职位应该是能者居之啊，如果他被淘汰的话，那可能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对对对。本节目的超级赞助有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 ，HLA Jeans 一个很小红的新潮牌，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以及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本节目的行业赞助是去屑大魔王康王。上新浪微博搜索奇葩说，为你喜欢的论点短视频投票，为他赢取微博奇葩人气王。上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第5季辩题讨论，与老奇葩逼起来。智能电视用当倍市场下载奇异果 TV 软件，大屏同步观看奇葩说。奇异果 TV 把视频搞大100倍，看啥奇葩都不累的电视 APP。更多导师和新老奇葩的独家幕后花絮，关注微信公众号东七门，回复奇葩说1件送上。感谢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感谢澎湃新闻、网易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的大力支持。来兴趣部落和8000万95后一起讨论奇葩说。哎，玉林哥，我们这个组合真的就是看上去你比较像教练。我们这一支优秀的队伍已经初见雏形了。就恭喜你得到我，也恭喜我得到你，强强联手。选到如今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队伍就已经成型了。欧阳超能讲的，如今一定能讲；詹青云能讲的，如今也能讲。赵帅，我喜欢他的逻辑清晰，如今也做得到。我跟你讲一下，我选择队员的诉求就是取代你，好不好？那随便挑吧。高庆一呢？听说你们俩是朋友，我觉得他也挺好的。老高也很厉害，对，而且非常有钱。哇，有钱我们就是有钱，我觉得可以说明这个人的能力啊。忽然看这么多名单哦，这很难取舍。我非常想要红梅，她的可爱程度是可以跟如今媲美的，什么都能打，而且什么都能圆。对，詹青云肯定也能上价值。如果我们想要的人都能得到的话，那我们其实蛮强的。你看，其实我们就是段子手跟辩论的搭配，他肯定是热门人选啦。红梅啊，其实董静也不错哦。董哥很好啊，因为我们现在缺的什么，你知道吗？欠缺颜值。严尚佳，你就说为什么喜欢他，只是单纯的从外形吗？对，你把我们奇葩说当什么？我们这是一个纯粹的辩论节目。要是要这个样子的话，我就可能会被取消，所以说我觉得能不能不支持？这个不叫我爸爸或者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可以叫爹地啊、父亲啊都可以。但是如果说这一块12个小时陪伴的话，我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好生思考反省一下。我坚决支持，因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嘛。他经常对我发火，还经常对我打呼噜。他很爱我。他每天都喜欢打自己，打到都伤眼睛的很，都成瞎子了呢。我最喜欢这个，我最喜欢玩对，这个。和爸爸出去玩一天，让爸爸陪我玩一天。爸爸平时陪我的少，我想让他陪我。我想让爸爸和我玩这个玩具，因为爸爸总是喜欢踢足球，所以这个玩具也是踢足球的，所以爸爸很喜欢踢足球，爸爸肯定会喜欢这个玩具的。不愿意。为什么？因为爸爸是我的爸爸呀。不同意。因为他是我最好的爸爸呀。好像有一点点不同意。爸爸整天很辛苦，太不容易了。那我就想给他煮这个火腿肠面。